你做的游戏简直就是垃圾。对于一个游戏作者来说，这种否定的话语无疑是致命的。一个名叫斯科特·考森的男人正经历着这一切。如你所见，他是一个失败的游戏作者。来看看这家伙最新做的亲子游戏《海狸父子伐木场》吧，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玩法糟糕透顶，角色面目可憎，这些动物角色在游戏里面移动时简直就像机器人一般僵硬。如果你对着他们的面部看久了，甚至会觉得他们的脸有点诡异吓人。作为一款亲子游戏来说，这无疑是一部烂作品。但如果我们把它改良成一款恐怖游戏呢？这种逆向思维促成了一款奇特游戏的诞生——玩具熊的午夜后宫，一款于2014年发布的恐怖游戏。它的出现带来了吉祥物恐怖游戏发展的狂潮，更是将定点防守和跳杀惩罚的玩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现如今，我们能在很多地方看到这部作品的影子，它也已经被解构成了一种恐怖风格和文化符号。而我乘这么大喇叭，一位公认的 FNAF 圈掌勺大厨，就要以这一系列游戏发布的顺序为线索，为大家讲解 FNAF 的剧情宇宙是如何一步步被构建出来的。废话少说，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玩具熊1代的故事。开局就是这么一张报纸，报纸上刊登了一篇非常富有诚意的招聘广告。广告内容如下：我们弗雷迪披萨餐厅现在急需一个不怕辛苦的夜间保安。工作内容很简单，只需要监控店内的设备和电子玩偶的安全就可以了。工作时间在午夜12点到凌晨6点之间，干1周就能赚120美元的高薪。不过餐厅不对员工的人身安全负责。就这样，我们以一名临时保安的身份加入到了游戏中。稍微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后，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款游戏的特别之处。相比于传统的恐怖游戏，玩具熊里的主角并不需要去搜寻物品或完成相应的解谜，他所需要做的仅仅是蜷缩在一个阴暗狭小的保安室中，用监控来观察整个披萨店的环境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每天夜晚开头都会有一位神秘男子给我们打来电话，根据电话内容，这名电话男是披萨店的前保安。为了让新人能够顺利完成披萨店内的工作，他录制了好几份电话录音供我们参考。根据他的描述，弗雷迪披萨餐厅另属于费斯熊娱乐公司，而因为某些原因，这家公司从来不对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负责。说回他们公司旗下的这家披萨店啊，原先这里是一家相当受欢迎的主题餐厅，但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这家披萨店关门大吉。这是得从店内的那些机器玩偶说起。这家披萨店为了吸引顾客，内置了非常多的电子吉祥物，他们从第一次使用到现在已经有了20年的历史。而在1987年，其中的一只玩偶在餐厅里面咬掉了一个人的前额叶，虽然受害者还活着，但很大概率已经成了植物人。这起事故在后来被称作87之咬，87之咬也就此成为了餐厅倒闭的导火索。They used to be allowed to walk around during the day too, but then there was the bite of 87. 由于出现了故障和造成了伤人事件，餐厅为了安全考虑，将店内的电子玩偶全部停用。但紧接着怪事就发生了，在那之后，时常有上夜班的员工上报，在午夜12点时，这些本该被停用的吉祥物会自己开机，并在餐厅里面游荡，整个场面非常诡异。但对这种行为，公司那边给出的解释是，机器人的程序如果长时间不运行的话，就会彻底报废，所以半夜需要让他们活动起来，来确保整个程序的正常。那么以上就是玩具熊1代剧情的一个大致背景，而这个剧情大纲与现实中的查克芝士餐厅闹鬼事件高度吻合。原来在现实世界中的美国，真的有这种以电子吉祥物为卖点的餐厅，查克芝士就是其中之一。而在当时，有在这家餐厅上夜班的员工就说，店内的机器人晚上总是会莫名其妙的移动到其他位置，相当恐怖。所以一时间啊，这个餐厅闹鬼的传闻就开始流行了起来。后来更是有人把机器人闹鬼和一起枪击案联系到了一起。那么关于这个案件，我们放到后面再讲。现在我们先回到游戏剧情中。如果这些玩偶仅仅只是漫无目的的移动，那当然构不成威胁。但这里面有个问题，这些玩偶很有可能没办法识别出你是个人，他们可能会认为你和他们一样也是机器人，只不过没有穿皮套。也就是说，你在他们眼里是一个没穿衣服的裸奔爱好者，可想而知，在餐厅里面裸奔成何体统。所以他们就会想尽办法给你穿上衣服，也就是把你给强行塞入到一个玩偶皮套里面。这种暴力塞入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最终，电话男给出了解决措施。他说，如果你真的看到玩偶动起来，你就得注意一下他们会不会来找你。如果在保安室的附近看到了他们，就用关闭安保门的方式阻挡他们的视野。玩偶看不到你后，自然就会离开。按照电话录音的提示，轻松熬过了第一页。在第一页的后期，玩偶确实会开始游荡，但他们的移速就和橙子墨的更新速度差不多，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可到了第2页，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I won't talk quite as long this time since Freddy and his friends tend to become more active as the week progresses. 电话男说，电子玩偶在每个星期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更加活跃，这无疑是个坏消息，所以我们得尽快弄清楚这些玩偶的运行规律，否则小命不保。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和电话录音里的玩偶介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披萨店的玩偶总共有4只，分别是玩具熊弗雷迪、兔子邦尼、小鸡奇卡和狐狸海盗霍斯。弗雷迪在前几页并不活跃，基本不构成威胁。兔子邦尼的移动频率非常高，但它的活动区域仅在地图的左半场。当你在左门看到它时，关门进行防御。奇卡的活跃度与邦尼不相上下，但它的活动区域仅在地图的右半场。当你在右门看到它时，关门进行防御。狐狸海盗霍斯不活跃，但危险性不容小觑。你可以在编号为 EC 的监控位观察到它，它就隐匿在海盗湾帘子的背后。霍斯在进攻前有4个阶段，分别是隐匿、窥视、移动和最终的冲刺阶段。在冲刺阶段，你有几秒的时间反应过来关门，否则就会被他跳杀。不过，根据电话录音的描述，你可以在监控中用注视霍斯的方式让他的移动频率降低。到了第3页，电话男会惊讶于你居然还在这里工作，因为大部分员工在第2个晚上就会提出辞职。随着夜晚的推进，电话那头的男人语气也越来越紧张，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追杀他。他说：“如果我们这些员工真的被玩偶发现了，可以试着装死来逃过一劫。” Hey, listen, I had an idea. If you happen to get caught and want to avoid getting stuffed into a Freddy suit, try playing dead. You know, go limp. Then there's a chance that maybe they'll think that you're an empty costume instead. Then again, if they think you're an empty costume, they might try to stuff a metal skeleton into you. 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在第3页中，玩偶的活动频率更加迅速，让人难以招架。玩偶们难对付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电量的限制，或许是出于成本考虑，披萨店每天晚上能获得的电量都是极其有限的。一旦用电超过了一定的数值，整栋建筑就会停电。到那时，你无法再关闭安保门，等待你的将是玩具熊的热烈拥抱。但是，为了防御这些玩偶，你需要频繁的使用监控查看它们的位置，需要使用走廊的电灯来查看它们是否正准备偷袭你，更需要关闭大门来阻挡这些家伙。可上述的所有交互行为都会产生电量的消耗，你越害怕就越会执行这些操作，而你越执行这些操作，电量也就会消耗的越快。电量越是消耗，你就会更加的恐惧，这形成了某种恶性循环。不过，如果你足够沉着冷静的话，第3页对于你来说还是小菜一碟的。熬过了这一个夜晚，我们顺利的进入了第4页。电话男的录音也像往常那样再次播来，但这一次他似乎遇上了麻烦。Wow, day 4. I knew you could do it. Hey, listen, I may not be around to send you a message tomorrow. It's been a bad night here for me. I'm kind of glad that I recorded my messages for you when I did. Hey, do me a favor. Maybe sometime you could check inside those suits in the back room. I'm going to try to hold out until someone checks. Maybe it won't be so bad.I always wondered what was in all those empty heads back there. You know. Oh no. 很可惜，这位前辈并没有熬过第4个晚上，死在了弗雷迪的手里。而我们是否能熬过第4页，仍是未知数。你的运气很好，在电量刚刚耗尽的时候，刚好活到了6点。但第5页是否还能有如此的好运，这实在是难以预料。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作为主角的你还要继续留在这家危险的披萨店工作？这一切都显得十分蹊跷。而更让人觉得诡异的是，在第5页来临时，电话铃声居然又响了起来。难道说之前的前辈侥幸活了下来？
好吧，看样子是死透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玩偶的声音，所以之前解释的什么他们是因为程序设定才会开始移动的，那肯定是扯淡。这些玩偶就是摆明了要来干你。但这一切的起因究竟是什么？这家披萨店绝对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想要知道真相，我们就必须要分析游戏中所出现过的彩蛋。玩具熊游戏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作者喜欢把剧情线索给做成各种彩蛋，散布在游戏的各个角落。当玩家把它们整理到一起，就能得到一份完整的故事。彩蛋的种类多种多样，比方说玩偶转头、骨架抬头、闪屏鬼头，还有是我自己、哭泣小孩的海报、弗雷迪撕裂自己的海报。但这些彩蛋都过于抽象，缺少文本信息，难以分析出具体的剧情。而2B 监控位的报纸彩蛋，则在提供信息的同时，还将其他的彩蛋串联到了一起。在这个摄像头下的墙上，有概率刷出4张披萨店负面新闻的报纸。第一张报纸的内容是儿童失踪案。根据报道，在6月26日的晚上，有2名儿童被一名身穿玩偶服的人诱拐到了后台，随后失踪。警方推测儿童已经在餐厅里面遇害，他们也根据监控录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第2张报纸的内容是关于餐厅的卫生问题。弗雷迪披萨餐厅再次受到了卫生部门的警告，因为店内的那些备受喜爱的吉祥物身上散发出了难闻的气味，玩偶的嘴巴和眼睛处甚至渗透出了恶心的粘液。一位家长把这些玩偶比作成复活的尸体。第3张报纸是之前失踪案的后续，警方正在想办法给那个犯罪嫌疑人定罪，但目前缺乏证据，且儿童的尸体一直未被发现。目前有5名儿童确认失踪。第4张报纸就是披萨店关门的新闻了。新闻中提到没有其他公司愿意接手这家餐厅。事实上，现在所有的企业都不想与费斯熊娱乐公司扯上关系。那么将这些新闻简报简单的整理分析以后，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弗雷迪披萨店的真相。一个假扮成吉祥物的坏蛋诱拐并杀害了5名儿童，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分别藏到了不同的玩偶体内。凶手就用这种方式逃过了警方的调查，但也为日后吉祥物的卫生问题留下了伏笔。而这5名儿童的鬼魂最后都附体到了机器人的体内，这才有了游戏中所发生的一切：哭泣的孩子、会动的玩偶，以及想要逃脱困住自己灵魂的躯壳而不惜撕裂自己的吉祥物们。这一切无论是剧情还是彩蛋都可以被解释，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店内明明只有4个玩偶，但失踪的孩子却有5个，好像玩偶数量和遇害人数对不上呀。确实，在正常的游戏流程中，我们只需要防御4只玩偶，但游戏中其实还有一个叫做黄金弗雷迪的彩蛋角色。当你注视2B 位置的监控时，有很小的概率会看到黄金弗雷迪的海报，随后会响起小孩的笑声。这个时候你放下监控时，就会看到一个金熊的皮套瘫坐在你的保安室中。如果此时你用监控遮挡视野，它就会自行离开。但如果你注视这只金熊过久的话，就会被其跳杀，随后游戏也会被强制关闭。如果第5名受害者对应的玩偶就是黄金弗雷迪的话，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再者，如果你把第5页的电话录音倒放，会得到一段对话。而这段杂乱到几乎听不清的对话，其实选自一本现实中存在的书籍《瑜伽行者的自传》。据说呀，乔布斯很喜欢这本书。这段录音中节选的内容，讲述的是一条关于动物、植物和金属都具有相似生命力的理论。这条理论的暗示，也为 FNAF 后续剧情中灵魂可以作用于金属仪器，也能被金属仪器提炼做出了铺垫。不仅如此，如果你留意录音倒放的最后一段文字 The Joy of Creative， 就会发现这句短语是 FNAF 顶尖同人 The Joy of Creation 名字的灵感来源。如果你认为玩偶藏尸、电话倒放的情节就足够让人烧脑的话，那接下来的这条分析可能会更加点燃你的头脑风暴。事实上，也有不少人怀疑《玩具熊1代》的剧情其实是在隐喻现实中查克芝士餐厅的一起枪击案。如果你在第5页完成了夜班，会获得一张支票。通过支票，我们可以了解到保安的名字叫麦克·施密特，落款的时间是在11月12日，但不清楚其具体的年份。有玩家认为1代的年份应该是在1993年，因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1993年里，当地的一家查克芝士餐厅发生了一起枪击案，犯人用手枪射杀了店内的5名员工。警方收到报案以后，通过店内的监控录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并将其抓获。之后，人们把餐厅闹鬼的都市传说和枪击案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是餐厅中惨死的员工将自己的鬼魂附体到了店内的吉祥物身上，这才导致了闹鬼事件的发生。所以就有玩家认为，游戏中的这5名被害儿童其实对应的就是现实中5名被枪击的员工。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枪击案有1名员工是幸存了下来，犯人在开枪打中他时并未命中要害，他就瘫坐下来装死躲过了一劫。而游戏中电话男就建议过主角，如果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尝试装死。而更有意思的是，枪击案的凶手曾经是餐厅的前员工，他的作案动机就是因为被餐厅开除而怀恨在心。可如果你完成了玩具熊最高难度自定义之夜的挑战以后，你也会收到一张辞退的通知。辞退的理由是因为你篡改电子玩偶的程序，以及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枪击案的凶手和游戏中的主角都被餐厅辞退过，所以当时有很多玩家认为，我们所扮演的保安麦克施密特就是绑架儿童的凶手。当然，随着玩具熊其他系列作品的推出，麦克施密特的犯罪嫌疑已经被洗清了。他确实和真正的凶手有所联系，但他并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真正的幕后黑手另有其人。总之，游戏与现实中高度吻合的剧情情节，让每个玩家都浮想联翩。不过，随后也有人指出，游戏剧情对于枪击案是属于网络媒体为了炒热度而刻意为之的过度解读。查克知识餐厅的公司也是直接和玩具熊撇清了关系。所以，游戏作者斯科特考森在创作玩具熊系列的时候，究竟有没有参考查克知识餐厅呢？一代的故事又是否真的在影射现实中的枪击事件？这些故事的说法就像是游戏与现实中的玩偶怪谈一样，众说纷纭，也就此成为了传闻中的一部分，在故事的各个角落里面继续传播着。其实现如今，这些传闻的真假都已经无人问津了，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一款拥有独特风格的恐怖 IP 就此诞生，在未来会有更多相关题材的作品相继问世。而玩具熊1代是作者吸收了玩家对自己失败作品的恶评所逆向思维得出的灵感产物。他以恐怖吉祥物的都市传说为蓝本，打造了以定点守夜为核心玩法的低成本恐怖游戏，并且初步构建了玩具熊世界观的框架。一个杀手，一批惨死的儿童，用吉祥物为媒介，让他们之间的斗争与博弈得以延续。而在玩具熊2代剧情中，作者在细化凶手和受害者的同时，也将整个故事推向了一个更加令人捉摸不透的迷雾之中。好吧，以上就是关于玩具熊1代剧情讲解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想快点看到后续的话，可以关注或3连支持我一波。那么我是陈子墨，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